Hello，大家好，我是 Susan，欢迎来到我的花园。今天继续来看一下我家花园在2025年的春花的表现。时间来到了5月份，月季已经开始进入它的盛花期。那我们先从全阳的区域开始吧。首先是夏洛特夫人，夏洛特夫人跟一颗龙沙宝石一起种在一个花箱里面。视频看到的片段，它其实已经开了有10天了，它是从4月下旬开始绽放的。那今年它的春花持续的时间还是挺长，应该说它的单朵花期虽然不是很长，但是由于花量还挺大的，因此整体的花期能够维持有1个月。在它旁边的是狐狸的手套，或者叫毛地黄。龙沙宝石它除了开花，也长出来了一根非常强健的笋，在上面一直有20多个花苞。旁边的龙沙宝石正逐渐绽放，能够看到它非常漂亮的粉色和白色晕染的花瓣。龙沙宝石真的是一款基因非常好的月季，它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病害，花瓣厚实，叶子有量，几乎是无可挑剔的一款月季。当然它的香味稍微逊色，但我觉得它在众多藤本当中，它还是表现非常优异的。这时候龙沙宝石和下面的情歌才算是正式的盛花期。情歌的这个紫色大花每一年都是那么的动人心弦，我非常的喜欢它这个纯正的紫色。相较于 Violet Pride 紫罗兰骄傲来说，我觉得它的花型以及它的颜色更得我心。当然它没有香气，但从它的持花时间以及它整体的造型来说，我还是更喜欢情歌。情歌它是一枝多头，由于花头太重，它会整枝下垂。这个树月季的造型还是需要一点固定，它才能够保持树形整体向上。继续往前，我们看到了这一个黄色与蓝色相互交织的画卷，正是由黄金庆典以及铁线莲歌百里组成的。黄金庆典的花瓣数真的非常的多，而且它还有非常浓郁的果香。不过它的持花时间确实在全阳下是有点太短了，特别在加州。黄金庆典它的花瓣非常的薄，因此它脱水很快。就是上午看着还是水灵的，经过一天的暴晒，到傍晚的时候它已经不怎么行了。它第2天可以稍微恢复一点，但整体持续的时间还是非常的短。今年的这一颗黄金庆典因为长出来一根强笋，因此它现在的这批花是从强笋上面长出来的，能够非常有效的延长它的花期。它现在也是跟夏洛特夫人一样，开了有10天了。跟它共用一花香的龙沙宝石，稍微开放的时间会晚一点，现在还在像桃子一般的花苞的状态。在这一片区域的这几个盆栽，现在看到的这一个是教堂的钟声，也叫纽曼姐妹，它是这种带有一点点紫色的粉色花朵。现在看到的这一款是有点年岁的茶香月季 Sassy 性感的蕾丝。今天我把它放在了这一个情歌的树下，它有点受到限制了，它应该是一款需要全阳的月季。今年的花量并没有很多，最好是毫无遮挡的全日照，花量能够最大程度的展现。Sassy 它的单花持花时间还是非常的长的，接近1个星期，而且它也是一枝多头。它的粉色是那种珊瑚粉色，它开放以后感觉是像茶花的花瓣序列，还是觉得挺有特点的。它去年是一点都没有感染白粉，但是可能是由于今年我给它换盆的时间太晚了，因此根系长得不是很好，因此今年会有一点点白粉的侵扰。然后我们继续看这一些盆栽的区域，看到的这是达西，它跟达西布塞尔同样是奥斯汀公司推出的月季，但这款达西是婚礼切花的品种，它的花瓣数是明显要比达西布塞尔要多，而且
它的持花时间也是非常的长，单朵持续10天是没有问题的。跟其他的切花月季相比，这一款达西它的抗性算是相当的好。同样是奥斯汀的切花月季，这是康斯坦斯，它的颜色是随着温度而变化的。它在我这里在春季能够开出这样的外层花瓣是粉色，内层是淡黄色的花色，但在夏天的时候整体会浅非常的多，整体就有点发白。日照太强烈呢，那可能整体都变粉色，因此像图片那样那么完美的花色，其实确实是不太容易。看到的这一个是摩洛哥王妃夏莉，但今年我养的不好，冬天并没有给它强剪，因此它开的花是挺小的。现在看到的这一颗是去年的扦插苗 Pretty in Pink Eden 红粉佳人龙沙宝石，它整体的生长性状跟龙沙宝石是一样的，只是它花朵是呈这种玫红色，长得非常的强健。去年只是一个10厘米高的筷子亚千苗，今年已经长得很大很粗壮了，非常非常值得推荐。非常喜欢龙沙宝石这稍微下垂的花朵与下面的情歌相互呼应。这一颗是玛格丽特王妃，应该是前年的冬天，我把它从贝因的花坛挖出来以后，它才开始正式的生长。前几年在贝因花坛，它是真的一直都长不好，很明显它是需要一点日照的，就是如果是日照在3个小时以下，它是长不好的。相对于其他奥斯汀的月季来说，我觉得玛格丽特王妃它的耐晒性算是挺好的，至少要比黄金庆典以及夏洛特夫人它的持花时间要长，它花瓣算是挺厚实的，因此我觉得它标签标在半阴区域可能不是很合适，我觉得它是一款适合在全阳下的月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个地栽的区域，首先是 Cockaloco， 在它旁边的这一颗是 Perfect Moment。 今年我所有的地栽月季都没有施肥，但是还挺幸运的，这颗 Cockaloco 它长得还是非常的健壮，花量没有去年多，可见其实施肥还是挺必要的。但其实我觉得对于地栽来说，相较于每星期一次的水溶肥，我还是更推荐使用一些有机的肥料，因为像我上次视频我自己的感想就是说，土地之所以能够为植物持续不断的提供营养，其实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它里面的有机质。所以呢，我还是很建议在每年的冬天给它施用一些 compost， 就是堆肥或者是鸡粪或牛羊粪之类的有机肥。现在的这个镜头的颜色其实是有点偏蓝的，因为是在清晨拍摄的，大家也可以由此看一下在不同光线的不同颜色的展现。这里有一颗是 Stay of Grace， 但其实它在这里长得不好，我感觉 Stay of Grace 也是一颗需要全阳的月季。在这一个半阳的区域，即使是地栽，它的花量也不是很好，因此我在今年会把它挖出来，更替其他的一些品种。现在看到的这一颗是 Orchesop， 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品种，但是我种植的位置实在是对于它来说太阴了，因此它除了春天这一波花，它到了现在7月份它也并没有复花，因此我也是应该会把它请出来更换成别的植物。在这一个盆栽的Artio size 的 tree rose， 它一个比较小巧的树月季是冰山。这颗冰山我是一点都没有打理它，确实是非常的适合懒人种植。重点来看一下，这一颗是印象派，在 Costco 买的加仑苗，在每年 Costco 跟 Heirloom 都有一段时间有合作，我在那时候买的加仑苗，印象派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它的花色
在春天是更黄一点。日照的增加，它的花瓣会呈现橙色，因此它的颜色也是非常的美妙。除此以外，它直立性很好，我是把它用作切花使用都没有问题。肯德公主的花径还是非常的大，但像我上次说过一样，肯德公主在这个伴娘的区域，它花量和复花的表现不是很好。我今年会把它挖出来更替其他的品种，挖出来以后应该会把它放在全阳的区域试试看。随着温度的上升，花园里的蚜虫也大幅度减少，应该多亏这些小昆虫的帮助。我们看一下这一个盆栽的拱门的区域，现在的这一颗是 Colette 还有很多的花苞，它从4月中下旬一直持续到6月初，真的是很优秀。而且我在6月整体修剪了以后，它在7月又开始再次的绽放，它还有很浓郁的香气。花朵是中型的大小，中心花瓣排列非常的规整有序列，我很喜欢。从这个角度回看，现在正是非常漂亮的颜色。又过了一段时间，随着日照的增加，印象派花瓣也会带上了一些红晕，让它的颜色更加的迷人。它中线花瓣排列还是非常的规整。根据资料所说，它是 Graham Thomas 以及遥远的鼓声这2个品种的后代，因此它也结合了两者的优点。来到这一个半阴的区域，正是今年我重新改造的一个花圃。前景的这2棵是绣球，一个是盆栽，一个是地栽。在5月的上旬是正准备要开放的状态。作为一个背景 Gertrude Jacob 是非常的优秀。今年它除了春花表现不错以外，它的夏花也开始有一点复花，因为在前2年它就只有春天这一波，但今年夏天能够明显看到它有复花的迹象。虽然花量还不是很大，但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进步。Gertrude Jacob 它有很浓郁的香气，虽然听说它的花瓣是可食用的，但我至今还是没舍得把它剪下来吃掉。看看明年它的花量如果足够的大，那我也尝试一下。奥利维亚其实现在已经是开放了10来天了，它也逐渐进入了春花的尾声。Claire Austin 是一颗白色的奥斯汀的藤本月季，在奥斯汀的官方网站上面说它是归类在耐阴的品种。我觉得这句话也没错，它确实在这一个不到3小时的花圃，它的长势非常的强健，但是呢，它的由于光照有点不足，它的枝条徒长得很严重，因此整体的株型我感觉还是不是很满意。我是有想过把它挖走，但又看着它长得那么的好，就有点舍不得，就感觉它整体的出来的效果不如理想，就有点鸡肋。前面的这一颗艾玛汉密尔顿夫人状态还是挺有特点的，心叶是带有一点红色，有点古铜色，花瓣也是那种深橘红色，它的花瓣也是持花时间不长。后来我发现呢，是因为它这个区域它并没有连上滴灌，但抗性还是不错的，耐阴性也不错，应该会再保留至少1个季度，看一下它的表现。进入5月的上旬，这一颗罗尔德达尔进入它的状态。我觉得罗尔德达尔是一个不错的品种，它的花期在奥斯汀里面算是挺好的，而且它也无刺，因此呢，我也挺喜欢把罗尔德达尔用作切花使用。正是著名的蓝色英语。蓝色英语它在春花过后，在夏季复花表现也非常的好。蓝色英语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品种，
它所在的位置日照就大概是3个小时左右吧，花量还是相当的惊人。它是去年移植在这一个20加仑的盆里面，它每一朵花不大，但是花量巨大，花型也是我喜欢的这种花型。我上次有讲过，我其实并不是非常喜欢那种紧紧的包子的类型，我很喜欢这种能够看到花心的展开花瓣的花型，因此呢，蓝色英语我觉得很对我的胃口。时间又快进了10天，现在已经来到了5月的中旬。我们可以看到情歌正是它最璀璨的时候。今年情歌开的是比去年要晚一点，可能是跟我年初休耕换土是有点原因吧。当然也有可能是今年我把龙沙宝石架起了一个拱门，对它的光照也有所阻挡，因此呢，它今年的花期是算挺晚的，盛花期要到5月中旬。上方的龙沙宝石也开始要谢掉了，但整体两者之间还是非常的漂亮。龙沙宝石真的是已经20天了吧，还有很多花苞正等待着绽放。拱门右方的龙沙宝石今年的花量是非常的惊人，我没有细数，但几百个花应该是有的。因此它去到后期，当天气热起来以后，供水有可能是不足的，它部分花苞是没有来得及打开就干掉了。看一下这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一束粉色的是 Sassy 现在也是开了10天有余，整体还是很好看。今年把它放在这个位置，日照是有所阻挡，因此有点徒长。后来我是把它用棍子绑扎一下，它才能支棱起来，因此它还是更适合在全日照的区域。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下这个龙沙宝石，这是一串一串葡萄一样，今天它的花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上面的拱门其实只有一支主枝，还是那一句，龙沙宝石的表现还是非常的优异。看到的这一个紫色的月季是种在盆里面的紫罗兰骄傲。今年我们的春天温度还是挺高的，如果不太注意浇水的话，就容易焦边。这一棵花瓣数非常多的是奥斯汀的婚礼切花系列凯莉 Carrie。空蒙它是一款需要高热量的品种，在我的院子的春天光照不足，而且由于是盆栽，它的养分供给也不是很充分，因此它是打不开的。这里的有一颗是我收集的老月季，这一颗是朱丽叶，朱丽叶长势挺慢的，抗性也很一般，只能说它可能盆栽养分不足吧。Perfect Moment 的实花时间是非常的长，应该说它的花只要你不剪，它会一直挂在那里。你可以换一个角度说，它的自洁性很差，因此如果想要它整齐的复花，那要及时的给它们进行整体的修剪才可以。突如其来的一阵妖风，我们接着看一下一些晚花的品种，种在印象派后方的 Raspberry Primter 伊雷萨斯特。伊雷萨斯特是一款完全无刺的品种，多头花瓣是玫红色的条纹状花瓣，它的长势非常非常非常的夸张，有很多枝条长出来，但是因为它并没有办法地栽，它在一个大盆里，因此我整体觉得它的养分是不足的，导致它的花是有一点畸形。我有可能是需要适当的对它的枝条进行取舍，可能减少一些，把营养集中在主枝上面，希望能够开出更加规整的花型来。来到了5月的中旬，这一区的绣球开始绽放，后方的Gertrude Jacob已经开始落幕，
但前方的绣球正在登场。我还是很喜欢这种交替的景象，因此也不一定要把目光都集中在月季上面，其实还有很多很优秀的值得观赏的植物品种。在镜头看到的在盆里面的是落宝新娘，蓝色的正是我心种下去的绣球蓝色女巫。蓝色女巫据说是非常容易调蓝的品种，这一颗是去年买的5加仑苗，它应该在买的时候就给它调过颜色了，我在种植的时候再加了一些调蓝剂进去，今年还是保持蓝色。我们看一下我的另外一个区域的藏了一颗很少出镜的月季莎莉福尔摩斯 Sally Holmes。Sally Holmes 是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因为这里是一个完全背阴的花坛，但是它却非常的健壮，它在完全没有修剪没有施肥的状况下，它是能够开出还是很漂亮的单瓣花朵，但整体来说它的耐阴性还是挺不错的，开花性和复花性都不错。如果你有一片背阴的区域，你有想要一颗就是花量挺大的品种，可以考虑莎莉福尔摩斯。现在看到的紫色月季波塞冬，它是有清冷的带灰调的紫色。我过去的这一个冬天把它从背阴的花圃里面挖出来种在盆里，我感觉这一个对它的长势最大的影响是它开花变多了。波塞冬我觉得它是一款不适合在加州的月季，如果你只是做庭院观赏的话，您看到现在这么漂亮的花朵，它其实只能够维持一个上午，当它晒到太阳以后，它就开始焦边了。即使我是把它换了一个这个位置，在正午的时候是被遮光的，但也还是改变不了。它是适合冷凉的、水分比较充足的地区。如果是紫色来说，我觉得情歌还是更为推荐一点。不过现在波塞冬我是把它留着做切花使用，就是当它的花刚打开，我就把它剪下来，花朵还是能够在花瓶里面持续比较长的赏花时间。右边这一颗龙沙宝石随着时间它的花朵也是越来越硕大，今年应该就是花量太多了，枝干都支撑不了它，所以它就像一个个倒挂的小包子。因此我可以想象，如果它是做那种大拱门或者是那一个葡萄架的牵引，应该是会非常的漂亮。我们换一个时段看一下这一个表现，在清晨或傍晚可以看到紫色的情歌颜色还是非常的纯正的。这一颗是我去年嫁接的 Grace， 它是一款奥斯汀的杏色的月季，但因为它的嫁接点其实我做的并不是很好，因此呢就它的长势就有点一般。这是我的一个切花花圃，在5月的中下旬，那这些从种子播起的金鱼草正准备开放。时间来到了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看到的这一个是福爱，这是奥斯汀的一款相对比较新的粉色月季品种。这是 Evelyn， 这是我从花友接收的一颗 Evelyn 的裸根，它在去年刚来的时候，它的根系其实是有一点受损的，它是有一点要发霉的状态，但幸亏后来还是活了下来。这就是波塞冬，它经历了一个上午暴晒的样子，非常可惜，它很快就焦边了，然后第二天基本就会呈现一种就是像烤干掉的状态。它刚开的时候还是很漂亮的，因此我觉得波塞冬还是那一句，它在我这里其实不适合庭院的使用。这龙沙宝石长出来的这颗小笋，一个枝头上就有20个花苞，真的是非常的夸张。我觉得这颗龙沙宝石我的牵引点有点低了，我明年应该要把它牵引的更高一点，这样的话，这样下垂的花才能够比较好的被欣赏。哥白梨它从4月开始绽放，它的花期持续了整整1个月，还是非常的优秀。
又一年月季春花结束了，真的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算起来，今年已经是我连续第3年做月季春花的分享，但毕竟花园就那么点地方，月季也是差不多的老面孔。说实话，我自己也是有点疲惫了。于是今年我尝试了很多新的草花植物，感觉还挺有趣的。希望未来的视频能带给大家一点新鲜感。那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